网上流传着一句话：没有一个中国人能笑着走出皇家安大略博物馆 （ROM）。第一次听到的时候，还觉得这不过是一句玩笑，直到真正走进这里，一座北魏佛像，一件商周青铜器，一幅跨越1000年的壁画，甚至还有一整座墓葬。当这些曾经属于中华文明的瑰宝静静地陈列在万里之外的加拿大，那种感觉很难用几句话形容。他们曾诞生于中国，见证过王朝的兴衰，也曾经历过近代中国那段战乱、动荡、文物流散海外的岁月。当我们站在展柜前，看到的不仅仅是一件件艺术品，更是一段无法绕开的历史。今天，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，看看这里收藏的中国文物，也重新认识那段值得每一个中国人铭记的历史。然后部落上不仅有那些奢侈品店和多大，同时还有这座知名的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。它据说中国藏品仅次于大英博物馆，非常全。平时呢只能展出一部分，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吧。现在在装修，所以得走东门。什么时候看，什么时候 ROM 的这个外观都会被震撼到。它像不像 Crystal？ 在 ROM 旁边呢，有2个狮子，这个石狮子呢被放在了外面，它是来自于北京的狮子。这个狮子呢，是原来东郊民巷的清肃王府的门口的狮子。他是清代首任的肃王呢，叫爱新觉罗豪格，他是皇太极的长子，也是清朝开国的8个铁帽子王之一。之后到清朝末期，他的曾孙80孙爱新觉罗善启呢，继承了肃王的王位。可能他不是很有名，但是为了复辟呢，他把自己的闺女过继给了日本人，叫做川岛芳子，也是中国非常有名的女汉奸。于是呢，在1923年的时候，这一对狮子就来到了多伦多，现在也是饱经沧桑啊，一看就是我们王府门口的这种狮子。那只呢？那只狮子在哪里？在前面，在这儿。所以它是在这个相当于 ROM 的东侧的门的两边。我以为是放在中间的花园的。孤零零的来自北京东郊民巷的狮子。每个月的第3个周的周二 ，ROM，Thank you。周二是免费的，4点开始，所以大家如果想来看，然后又可以省点钱的话，可以再预约，然后4点准时，大家在这里 line up， 然后就到点儿，它就放进去了。直直往里走。对，门口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佛像。然后中国馆是一大片。这可不是菩萨像，这是佛像。对。然后这一块是 Chinese Architect， 讲的是中国的一些建筑。这个是一个屋檐，上面一般中国的这种房子上的屋檐呢，都会画螭吻。螭吻呢是龙生9子的第9子，它呢
是龙和鱼生的，所以它会吞火，会吐水，所以一般放在屋檐上面来预防火灾的。这边这个巨大的木加上这个冢，旁边有俑，这个整个这一片呢是祖大寿的墓。祖大寿呢是清末的一个名将，然后明代覆灭了以后呢，他就归顺了清朝。后来他的子孙把这个整座墓呢就卖给了加拿大，然后就运舵，不是在明末买的，是明末的名将武将。这边的这个文官也是和武官也是在墓里面，相当于在甬道旁边，代表文武。所以你看他这块写的嘛，明痛嘛。这边还有一整个系列的陪葬品，代表了生活的各个方面，还有随从啊、仪仗队等等。做的都非常逼真，对，想象不出来他们当年是如何把这样一幕整体给挪过来的。你说我们明朝的名将知道后人如此做，是不是会非常生气呢？这边呢还有也是来自于祖大寿墓的这2个石骆驼。所以人摸的已经光溜溜了。这是3尊地狱判官的像，对，它大部分的都是怀旅光，就是帮着加拿大这个 ROM 去搜寻各种文物的。当时在河南的总会的那个相当于神父他就一边传教，然后一边收集河南没有保护的那些文物。对，然后这个他给的解释是一个阎罗，就是阎罗的像，而且它是一个3彩，是从山西来。对，我个人觉得他手里应该是拿了武器的，但是找不到了。这是来自于山西，这是个3彩。这是一套哦，清朝的，这个就不是特别的老。这个是个和等人大小的3彩的罗汉像，但是头应该是后做的，所以颜色有一点不一样。这个也算是这个馆里边比较有名的一件展品，应该是唐朝的吧，辽代的。辽代的。这尊塑像来自河北省易县陕子洞，原本一组共16尊。在辗转倒手流传时损毁了部分，现存10尊，分散在3大洲5国7个博物馆，包括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和伦敦大英博物馆。这里就有很多宗教佛教的摆设，然后你看他的右手这个手印就是什么？不知道。伏魔印，伏魔印，消除一切障碍。魔可能主要是西魔吧。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北方汉代大成造像的一个，而且是后期。魏晋再往前，5代十五官都是瘦瘦的，然后肚子有点凸。北魏时期也是这样。摩诃千叶，阿难。也有可能被时间久了，是吧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这幅图。这幅图现在世界上仅存的也就是这2个了。这是一幅弥勒说法图，来自于山西的兴化寺。当年呢，1920几年的时候，因为国内的情况很不好，所以它
就被僧人从墙壁上抠下来，分成了63块，卖给了一个北京的古董商人。之后呢，被北大的一个教授给拦截下来买了。当时在河南的这个怀旅光是替加拿大 ROM 在中国搜集各类的文物，所以他就把这幅壁画呢高价买回来，运到了多伦多这里。中间的这个大佛呢是弥勒佛，这幅画呢讲的就是他在转轮王这个统治的国家重生，开坛说法。左边的2个大的这种带光圈的菩萨呢是胁侍菩萨，底下呢是2个供养菩萨，然后后面2个罗汉呢分别是摩诃切叶和阿难，上面呢是妙音鸟，就是在佛陀的这上面，相当于传弘佛法，声音非常宏大。然后左右2侧呢都有剃度的一个小场景。右边这边剃度呢是给转轮法王，就是当时的这个国家的国王在剃度，因为他们听了弥勒佛说法。然后左边呢那边还有一个女性的角色剃度呢，是讲是当时弥勒佛的母亲，她的一个剃度的场景。所以整面是非常非常宏大的，运到加拿大是分成63块运回来，经过后期的这种处理，重新拼接在一起的。实际上颜色也是慢慢掉了很多。它其实是一层薄灰，你知道那种灰皮墙吗？给抠下来，他们就是把墙给抠了。这是转轮王剃度的一个场景。对，但这个东西其实也挺沉的，因为摩诃切叶的形象就一直出现的是那种皮肤黝黑的苦行僧的形象，所以他一般会把那个锁骨和肋骨都画得特别清楚。然后阿难就是细皮那种，因为是个美男子嘛，所以以前这一幅上面连脸上的痣都看得见，现在已经慢慢都掉了。其实还是能看到割的那个痕迹的，你看这个菩萨旁边那个割的痕迹，对，这是一块儿。对，而且呢，其实分辨就是这种神和人、佛陀他们的区别，就是所有的人头上是没有光圈的。中国古代不管是道家还是佛家给的这种画像都是这样的，人都是没有光圈的。菩萨和佛都是有光圈的，神仙也都有。这是一尊东方持国天王的雕像，他手里呢这个手型应该不见了他的琵琶，但是他的小胡子还挺明显的，因为我观察了之前我看过其他的就不会画这种小胡子。但是国内一般在门口的那个4大天王的像呢，腿都不会盘的这么夫家坐，一般都是有点坐在凳子上的姿势，所以也是蛮有特点的。知道琵琶表什么法吗？知道琵琶表什么法吗？不知道。这个琵琶就是你弹琵琶的时候，那个弦不能太紧，也不能太松，只有不紧不松，才能弹出优美的乐曲。太紧表着相，太松表着空。哇，那个是大势至菩萨吗？这个是我觉得这次最期待的2幅壁画，分别在东侧和西侧。这幅画合起来呢，叫做《平阳府朝元图》。平阳府呢，指的是山西的临汾；朝元呢，就是朝拜元始天尊。这2幅画应该是从某一个道观里面抠下来的，慢慢掉颜色了。然后它分东墙和西墙。首先从不知道这是东墙，从这幅开始说。最中间呢是3个主神。中间的呢是东华帝君，左边的呢这个是我们都知道的西王母，然后右边这位呢是南方生长大神，据说是元始天尊的儿子。
也有说呢这是老子，但从理论上来说，因为道家的3个创始人是元始天尊和老子基本上是并列的，所以不可能去朝拜元始天尊，所以以南方生长大神为就是主。然后它的左侧呢，这个是12时辰的神，其实就是我们说的子丑寅卯申巳午未申酉戌亥这12神。怎么看出来的呢？他们呢都拿了不一样的小宠物，比如这个卯时的，这里有一个小兔子。哦，这个是。他们多少你都能看到。你看上面这个，看到了吗？龙。这里头冠上对老鼠，所以这个是12时辰，你可以数一下，刚刚好12个。小狗呢？头冠上的有一些。头冠上是能看见一些动物的标识，兔子最好找。这明显就是被磨损掉了。很明显被磨损掉了。对啊，这就没办法。这边是12时的神，然后我们再去这边看看。然后它画册的这个右边呢是南斗的6星，分别是司命、司禄、延寿、易算、度厄、上升，他们分别住在那些星，比如说天机、天梁、天象这些星星上。南斗6神。再往右边呢，这有2个，上面怒发冲冠的这一位和下面拿宝剑的这一位是4圣真君其中的2位，分别是黑煞将军和天游元帅。另外2位就是我们熟知的天蓬元帅，在另外那幅画上，还有真武大帝。好，这一侧的壁画就包含这些神啦。这个是另外这一侧的，我们先来说这3位主神，中间的这位就是我们熟知的玉皇大帝，就是右边的这个女性的形象呢是我们的后土娘娘，所以就是皇天后土就都在这儿了。左边这位呢是紫微帝座，也是北斗七星，就是了解中国文化比较多的，你知道紫微斗数里面所谓的紫微，其实讲的就是紫微帝座。左边这个文官形象的呢是北斗七星，是廉贞、武曲、破军、禄存、巨门、文曲和贪狼。如果熟悉紫微斗数的话，大家也会知道这些都是出现在里面的星系的名字。再有左边这2个就是刚才说的真武和天蓬，就是我们8戒20兄的那个天蓬，所以他们是4圣真君里面的2位，和那边是对称的。这边的诸神呢，分别是5行神和5方神，分别是金木水火土5星，就是金星、木星、土星、火星等等。然后还有5方神，5方神就是东方神，掌管，比如说掌管春天啊、属木，然后夏季神，就是按照这个，然后中央土，所以应该是10神，你可以数一下。就是比如说怎么分辨这个5方神呢？穿这个黑衣服的，因为北方属水，它是黑色嘛，所以这个就是北方神。然后旁边这个颜色可能就黑了，绿色的它应该是属木，东方。真的有在上面是乱写。对啊。保存的不好，上面还有乱写乱画的，也不知道是拿过来以后画的还是怎么样。作者，那个的作者叫朱浩武，带着他的吃艺。然后你看这个黄色的属土嘛，就是中央的，然后白色属金，它其实这几个是按照衣服来的。然后那几个其实也是按照衣服来的，属火的，就是这么分的。关公像真的好漂亮，上面的颜色虽然看得出掉了，但是仍然非常漂亮。你看它
明朝的关公像。这应该是我们比较古代的马车，但应该也是没有太久，清朝的。对，以前的马车，这坐着也不舒服呀。这感觉把北京的瓦都给抠过来了。瓦上放龙王也一样的效果，为什么？防火呀，朱雀用祀神的特别多。这里有很多唐三彩的作品。其实唐朝很多三彩的作品，他们的形象也很多都是来自于一些西域人。你像这个就很明显，西域脸，包括他们会做一些神话的人物和动物啊。你看这个狗也挺好玩的，还有鱼。做骆驼最多，因为他做了很多西域的形象嘛。后来有一段时期，我们创汇的时期，国内特别流行做一些三彩的。对，家里摆这个，但实际上人是入藏品。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这个看得出来吗？这个东西叫镇墓兽。对，做的就惟妙惟肖，特别细节特别的清晰。那这个就不是三彩，你看它就因为它没有釉，没有上釉的话，它会掉，而且这个竟然有蓝色，就还挺神奇的。但是如果不去氧化保护的话，就慢慢这个颜色就会掉了。镇墓兽和镇墓俑一般是成对出现的，所以一个墓里面呢是有2只镇墓兽左右，放在他们俩前面，然后后面是2个镇墓俑。这个是天王俑，不是武士俑。天王俑和武士俑，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去看头。武士俑戴的是个头盔，天王俑上面是个神鸟。然后他们手里其实是应该有武器的，对，或者是说，但是要摆出那个姿势，细节特别好，表情都特别逼真。有说上面是朱雀的，但这俩还不一样，我也不确定。对，这是个天王俑，天王俑一般脚踩2样东西，要么就是动物，对吧？这个应该踩的是个梅花鹿，还有是踩夜叉的，就是《天龙八部》里面第一个夜叉。然后这个是镇墓兽来的，头上是大鹏鸟朱雀，非常漂亮的三彩作品。镇墓兽在新疆也特别多，这个也好像新疆风格。我镇墓兽一般都长得，这个也是非常精彩的一个展品。它保护的已经不太好，它都开放式的这么放在这儿，但实际上这个是这是齐国的，地家黑。这是宋齐的啊，我知道，北齐嘛，不是郑国的，不是你那个齐，不是我们的，其实也是，后来也是了。哎，这是我们以前的铜镜，这是一个宋朝的，但是你看上面的花纹还是特别的好看，对。然后宋朝的瓷器非常的巅峰的时期，你像那耀州窑、定窑、天青的那个漂亮的开片。景德镇不光出青花的作品，还出这些青瓷，上面还画了深浅不一样的花纹。
这个像喇叭一样形状的这些，上面还不算，底下这一排就是酒器，应该是鼓或者咕，它是喇叭型的，上面其实是可以看到有就是周朝那种铭文的，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兽面纹，像那个饕餮纹。左边的这个上面带2个小揪揪的东西，它叫甲，它长得就像大阪的鼎，但是和大阪的那个爵，对，就是喝酒的那个爵，但是它是用来祭祀的，而且它没有小尖尖，它非常的大。然后中间的这个叫方仪，这个呢也主要是用来祭祀的，它上面那个是个盖儿，而且是方形的嘛。可以看到，你看带2个眼睛的，这个是饕餮纹。所以就是商代的东西是铭文越多，如果真的还能有字，它就越值钱。所以这2个都是饕餮纹，很多纹路，那个就是纹，那就叫铭文。这都是商朝的酒器，周是不是也是清？商周时期，对。你看，其实饕餮纹很明显的，带2个眼睛的都是饕餮纹，用的最广的也饕餮纹。兽面纹、饕餮纹，然后龙纹。这里还有一些玉璧，这个10号的这个玉璧上面的是古纹，一般比较常见的有龙纹啊、古纹。这个像小豆豆的时候就是古纹。玉璧主要是在春秋时期用来祭祀的，祭天一般用玉璧。然后这个是以前的小钟，但是这个应该主要是用来装饰的。这个也是我们以前的酒器，这应该是一个夔龙的玉器，古代用玉器，然后上面是古纹，小豆豆，用来祭祀为主的。然后这个酒器上面的细节非常漂亮，有很多图画，有就是农收啊、弓箭啊等等。来看一下我们乾隆爷的审美，就是非常非常 fancy。这上面说是有柏鹿，所以柏鹿也代表福禄嘛，在古代也是比较喜欢用这种来展示的。乾隆爷的喜欢的就是非常五颜六色的那种。这个大钟上面那个动物，那天给你讲过，它叫蒲牢，它是龙的第4个儿子，因为呢是龙跟蟾蜍生的，它从小怕鲸鱼，然后一招它就叫唤，它声音非常洪亮，所以会放到钟上面，就表示这个钟非常的洪亮。这个钟上面印的什么字？金睛。随喜五无间罪。哦，这是第3章。你看我们蒲牢多帅，就是龙形的，但是是蟾蜍。这是也是菩萨像，元代的木质的，这上面应该原本都有颜色的。这幅雕像其实原本色彩应该非常明显，这是一幅水月观音的雕像。一般水月观音很好认的是它的坐姿就是非常松弛，然后右脚盘上来，右手放在右膝的上面，背后是有背景的，可能会绘画一些海浪、竹林，甚至有一些动物像，底下也有一些人或者是其他的造像。这幅应该原本颜色很好看，它这个保护谁都上来摸一下，这什么色儿也没了呀，都锃光瓦亮了，全是人油。唉，没有办法。今天我们看完了 ROM 中国馆，这里收藏的不仅有精美的青铜器、佛像、瓷器，
还有几千年来中华文明留下的印记。对于很多外国游客来说，他们是艺术，是历史；而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，他们更像是一位沉默的见证者。他们见证过辉煌，也见证过离别。希望有更多人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不仅会欣赏这些文物的精美，也会愿意了解他们背后的故事。因为真正值得铭记的，从来不只是文物本身，还有那段塑造了今日之中国的历史。或许，这也是博物馆存在的意义。拜拜。